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上期节目中呢，咱们讲到了人类史上的第一款抗生素青霉素。在经过了几次小规模的试验后，钱恩和弗洛里积攒到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对于青霉素的特性、用法和提取方式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呢，他们也意识到了青霉素在当下正面临着的一个困境，那就是批量生产。在当时的情况下呢，青霉素只能靠实验室提取，速度慢，产量低，很难满足大量病人的需求。为了能够推广出去青霉素，将人类从各种细菌类疾病中拯救出来，就必须要想办法通过工业方式大规模生产出来青霉素。于是在四处奔波甚至远渡重洋后，钱恩和弗洛里终于在美国找到了他们期待已久的答案。1941年12月，在认真听取了钱恩和弗洛里对于青霉素重要性和医学意义的解释后，美国政府宣布立即将青霉素定为需要第一优先生产的军需用品。很快，到了1942年末，美国共有20多家公司同时在生产青霉素。到了二战结束之时，美国每年能够生产出来的青霉素数量已经可以完全满足全国700多万病人的治疗需求了。正是多亏了这些加急生产出来的青霉素，在二战时期的战场中受伤的士兵们才能得到更加有效的治疗。因此，青霉素在那个时期俨然已经成为了士兵和医护人员心目中的救命神药。同时，正处在抗战最艰难时期的中国，也率先成为了最先制造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而这一成绩的背后，也有一个艰苦卓绝的故事。1940年，时任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中国微生物学家樊庆生教授赴美留学，很快取得了博士学位。1944年1月，他跟随美国医药驻华会登上了美军的运输船。在冲破了日军的层层封锁后，樊教授于当年7月到达印度，随后又乘美军运输机沿驼峰路线飞越喜马拉雅山回到了祖国。之所以要在如此艰难和危险的时候冒险返回祖国，是因为他随身携带了3支刚在美国问世不久的青霉素菌种，是比黄金还要贵重的救命药。樊教授要用它来拯救在前线奋勇抗敌的士兵们，也要用它来造福全国人民。1944年，他在昆明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制造出了中国第一批5万单位一瓶的青霉素制剂，这也使得战乱中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率先制造出青霉素的7个国家之一。哇哦！这一令人瞩目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公认。抗战胜利之后，为了使青霉素早日投入批量生产，樊庆生受聘于上海生化实验处，每周往返沪宁两地。忙完了金陵大学的课务后，又匆匆赶到上海，忙于青霉素的生产中的最关键环节——青霉素菌种的筛选和培育，从而为青霉素的批量生产打下了基础。因此，樊庆生也被誉为中国的青霉素之父。1953年5月，中国第一批民用青霉素诞生，也标志着中国国产抗生素生产历史的起点。据统计，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青霉素除了成功地挽救了近100名受伤士兵的生命，还使全世界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5年。这也就是为什么青霉素被认为是可以与原子弹和雷达并称为二战期间3大发明的存在。青霉素的发现者弗莱明、钱恩和弗洛里也共享了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除了在战场中发挥了奇效之外，后世也普遍认为，青霉素的出现为后来的抗生素发展奠定了相当重要的基础。这主要是因为青霉素是一切抗菌素的基础。由于青霉素的发现、量产以及有效的应用于临床，种类繁多的抗菌素奔涌而出，
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抗菌素家族，比如说链霉素、金霉素、绿霉素、土霉素、红霉素、卡纳霉素等。迄今为止呢，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1万多种不同的抗菌素，其中人工合成的就要超过4000种，并且每年都要开发出新的品种。可以说，如果没有青霉素奠定的医学基础，人类可能还要在抗菌方式上徘徊很多年，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死于细菌感染。然而，如此功名卓著的青霉素，在近些年来却屡遭抵制。很多人一听到青霉素的名字就大惊失色，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青霉素天生存在的一些缺点而导致的。首先，青霉素会比较常引发人体的过敏反应，发生率大概为0.7%到10%，在各种药物中居首位。其中最严重的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的发生率为0.004%至0.015%，抢救不及时的话，病死率很高。另外，青霉素过敏反应的时间因人而异，有的在用青霉素时即刻就会出现过敏反应，有的甚至会在持续用药的情况下2至20天后才会出现过敏反应。这种迟发性的过敏反应往往最容易被忽视，因此在使用青霉素之前都需要进行皮试，无论是口服的还是注射的青霉素都需要做，以避免发生特殊的过敏反应。其次，抗生素滥用和超级细菌的话题热度上升，也使得很多人对青霉素避而远之。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也就是青霉素开始大量在临床上使用时，病人每次注射青霉素的剂量只需要20万单位，就可以明显看到效果。而到了90年代，这个剂量竟然增加到80至100万单位，相当于翻了近5倍。这主要是由于人们长期大量使用青霉素，特别是不科学的大量滥用青霉素，使得许多致病菌对青霉素产生了耐药性，因此不得不增加青霉素的用量，以保证治疗效果。由于抗生素滥用的问题，许多拥有多重耐药性的超级细菌也不断被科学家们发现，一度引起了社会的恐慌。而目前新型抗生素的研发速度要远低于临床耐药菌的产生速度。每当推出一种能够临床安全应用的抗生素，很快就能检测到对其耐药的病原菌。那么如此往复下去，很可能最终会导致一种对感染性疾病无药可用的境地。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学说，由于遗传过程中的基因突变，具有不同基因型的病原菌会同时生活在一个种群中。然而，当抗生素在这些病原菌的生长环境中出现时，本来处于生长优势期的普通病菌被大量的杀死，而那些少量的突变型耐药病原菌则得到了存活，由此大量繁衍生息，成为了庞大的耐药菌种群。据统计，在人类使用抗生素之前和使用的初期，世界范围内的耐药菌出现速度要比现在低得多。随着不同种类抗生素的不断开发，临床上耐药菌开始呈指数级的出现。除此之外，抗生素残留也是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动物在生长过程中也难以避免感染病原菌。针对这些感染性疾病，人们研发了专门的兽用抗生素。而国内很多农产品企业为了经济利益，无论动物是否患病，都在饲料中加入了大量的抗生素。那么长期以往呢，在产品加工和生产过程中，这些动物体内积攒并残留的抗生素和耐药菌就会一同被加工进食品中，而进一步被人类服用。因此可以说，抗生素残留的问题根源也正是企业对于抗生素滥用问题的不作为。然而，尽管抗生素滥用的问题不容忽视，但是我们也不必太杞人忧天了，因为办法总是比困难多。首先，我们应该都从个人做起，
不要随便一感冒发烧就自己给自己开药，应当遵循医嘱，科学合理用药。其次，不少科研工作者也在日复一日地尽力挖掘着新的抗生素资源，寻找新型的抗生素作用机制。比如说，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就成功地发现了新型抗疟药青蒿素，为科学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因此成为了我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科学家。总而言之呢，抗生素并不应该成为令人谈虎色变的洪水猛兽，相反，正是得益于抗生素的出现，人类的平均寿命大大延长。可以说，今天药店里一盒价格并不算昂贵的抗生素，背后可是凝聚了一代代科学家们的辛勤汗水。虽然如今的人类早已离不开抗生素，但是更不能坐以待毙，让未来毁于抗生素的滥用。因此，正确使用抗生素，杜绝抗生素滥用，才是解决当前抗生素困境的最佳方式。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